男嘉宾王先生31岁，来自山东，销售经理；女嘉宾胡女士26岁，来自山东，舞蹈教练。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超级奶爸。是的，男孩女孩？女孩都你带？基本上是我带。那你可以啊。这不是实在太累了，因为我也有事业有工作嘛，实在照不过来。等于白天要上班，回家还得带孩子。因为我是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吧，因为现在所有的事都交给他了，所以说他压力特别大。我现在基本上只顾家了。那你是全职主妇？是的。挺好。但是我有我的事业，我不能把它放下呀。但是我媳妇是一个舞蹈教练，她现在把所有的心思和那个精力全部放在舞蹈上，根本对家庭和孩子不管不顾的。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是希望各位导师吧，能劝劝她，让她能从舞蹈中给拉回来，让她回归于家庭。舞蹈本来就是我的梦想，我付出多少努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让我放弃根本就不可能的。再说了，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是跳舞，那时候你多么支持我。后来怀孕你说我生你养，我是当时生了呀，你养不是应该的吗？你在抱怨什么呀，在这里？那你当时好好生了吗？你就更没谁养了。不生还有好好生和不好好生的。您是不知道她怀孕前期的时候，因为她那么隐瞒了这个怀孕的事实吧，大家都不知道她怀孕了。那我隐瞒我也是为了工作呀，那时候工作室刚刚开始，然后如果说这时候怀孕的话，队员都很紧张，我想过段时间稳定一下再说嘛。就因为你隐瞒了，所以说队员们都不知道你怀孕的事儿。就一次那个排练的时候吧，不小心把她摔倒了。不就先兆流产吗？先兆流产还不严重吗？你都不负责任一点。那医生的话都是吓唬人的，哪那么严重？再说了，我自己身体我自己又清楚。那事也就过去了，没什么事儿。那还不严重。皮实他接下来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只休息了1个月而已。你这1个月对我来说已经很长了，那1个月我给你推掉很多活动。你是在好好卧床休息吗？天天抱着手机，躺着也抱着，站着也抱着。你那是休息吗？这孩子都生了，这些事儿就别再计较了吧。对呀，你不好好生嘛。你跟我计较干嘛呀？还不是这样，他是到4、5月的时候吧，他说老说这个稳定期到了，在家待不住了，然后又背着我偷偷出去了。最后发生了见红事件。太严重了那一次，你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吗？只是为了舞蹈。那次真是一种特殊情况。当时那个舞蹈吧，我本来想去指导一下，结果他们理解不了，我又去亲自指导，教男生教女生。对，然后就累着了。那次多么紧张啊！我接到朋友电话，马不停蹄的就去了。你当时什么表情你忘了吗？脸煞白，站都站不稳了。其实那次我真的害怕了，其实因为父母那次也知道了。但是后来之后我也是改变了呀，从1周上5天的课，我也改成1周上3天的课。就因为这一次吧，父母和朋友们都知道了，父母对我指责，把我骂了一顿，说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家里。我也是没办法呀，他就是因为了演出吧，一直让我瞒着，我总劝他不听。就因为那一次吧，卧床休息了几天，最后吧又出去了。还出去啊？是的，那天还下着大雪。那么大的雪，我说不让你去，不让你去，最后还是背着我出去了。那也不是为了工作嘛，我去指导一下，那还跟天气有什么关系吗？又出事儿了吗？没有。行，这事儿咱们就过吧，因为还有一种说法，孕期多活动，生的时候好生。对，就这个意思。生的时候顺利吗？还顺利呢，有过3天那个预产期了，还没生，我俩特别着急，就去医院，医生说那个骨腹都开2指了，你怎么才来呢？我一想，是不是以前出过这么次意外所造成的呢？他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都造成这种原因了。生得顺利吗？挺顺利的，最后宝宝也平安出生了。这不是没事了吗？平安出生那是孩子说坚强，那他命大。可你呢？孩子坚强。生完之后吧，坐月子嘛，还有3天了，你就不能坚持吗？又出去了。我好多朋友他们就生完孩子马上就出来了，洗澡也很好呀。你老拿这个说事儿，但你出去之后你怎么着了？你不把骨盆摔裂了吗？那只是意外。一次次意外，这多少次了？你还好意思说那次我受伤那么厉害，躺在床上那么疼，跟你抱怨几句，你就在说我，在指责我，你怎么不理解我呀？不关心我？我问问啊，孩子那么小，你出去晚上你带他吗？喂奶的时候我带。你还母乳？对。那就是孩子你还喂，
但是同时你也出去工作。对，喂完了我就交给他了。您不知道，他一出去是从早上8、9点出去，到晚上8、9点才回来。不，那中间这12个小时，那孩子是一定要吃奶的，他吃谁的奶啊？我都是提前用吸奶器吸出来的，然后放在冰箱里。哦，厉害。就每次用保鲜袋儿吧，一包包的装好，有的30毫升，有的60毫升，有的80毫升。因为每天孩子的时间段和下午和上午吧吃的不一样。这当爹的确实不容易，你这么一听啊。然后每天都存在冰箱里吧，我每次吧都拿出来之后捣碎它，然后再放在奶瓶里再去热。宝宝已经哭得不行了，哎，你都不心疼吗？就是宝宝那么小，你真就舍得下吗？我觉得带挺好的，2个月的时候就一直他带嘛，我觉得带的比我好，我看他带的那么顺手，我才放心出去啊。哦，说明你能力强。他倒是放心了，把我和宝宝扔在家里啊。就因为那一次吧，我们那晚上忘了存奶了，第2天打开冰箱一看没了，因为宝宝前3个月吧，他不喜欢喝奶粉，怎么喂也不喝，怎么喂也不喝。我最后没辙了，最后只能抱着宝宝吧去他那个演出现场找他。他宝宝已经哭得撕心裂肺了，嗓子都喊哑了。当时我抱着也不行，是扛着也不行，怎么逗他也不行。他一下午才会塞给他了，他倒好，冲我大喊大叫的，把我训了一顿还。你好意思说那次真的太尴尬了，你不考虑我的感受，因为那时候刚表演结束嘛，他就把孩子直接扔给我了。我的节目虽然结束了，后面还有节目呀，你扔给我之后，孩子嗷嗷大哭，那观众都在看孩子了，谁还看节目呀？我当时那么着急，我有什么办法呀？哎，你这是在哪儿做演出啊？什么性质的舞蹈演员啊？一些商演吧。啊，那你指这个舞蹈工作室是干嘛呀？教人跳舞是吗？对。哪种舞蹈啊？爵士。因为他自己开了舞蹈工作室吧，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放在舞蹈工作室上了，根本对家庭不管不顾的。就宝宝的事儿，反正你不管。我也不是不管，我出来工作，我也是为了宝宝。宝宝东西不都是我买的吗？你买什么了？你买了尿不湿，买了个 M 号的。你知道现在宝宝穿多大的吗？现在都穿 L 号的了，倒是买了。这浪费钱了啊！是的，还有就是你买的鞋和衣服都小了，那都是上1个月穿的。你现在宝宝每一天成长很快，你都不知道我跟宝宝在家的辛苦。那我也是爱孩子一种方式呀。那什么方式？那这是表面上的，你有没有真心关心过孩子呀？你希望怎么样呢？我希望他回归家庭。我有自己的事业嘛，我现在大部分单子都丢了，现在合伙人呢对我特别生气，所以说我想让他回归家庭，我去工作，我来就是赚钱养家嘛，我也可以啊。哎，你们俩谁挣得多啊？开宗瓦砾的话，那肯定是我比他挣得多呀。哦。但是舞蹈是我的梦想，我走到今天也挺不容易的，我不想这样放弃。你嫁给他的时候有约定吗？婚前？有啊，那个时候我们说好的，他那时候他说我做什么他都支持啊。他说我说话就是圣旨啊。现在就变卦了。那我也做了呀，我也养了呀，我也好好养了呀。但当时不是因为意外嘛，家里没人给你搭把手吗？也有，因为前2个月嘛，坐月子嘛，我妈过去了，检查出一个肿瘤来，就回家做手术去了，最后在家里休养。等于这孩子一直你亲手带？对，一直我亲手带。厉害呀！真厉害，就特别辛苦。你宝宝现在都7、8个月了嘛，会爬了，你得时刻看着他，你不然他老是拿东西往嘴里塞，有好几次他都恶心的吐了。所以说我根本有时候顾不过来。你倒好，在外只是为了舞蹈，就因为你那一次，你还记得吗？你喝酒。还喝酒？那没男的说你还喝酒？我那次是出去应酬嘛，因为我那朋友不知道我有宝宝，然后就非让喝酒，然后就喝了几杯。回家之后，因为喝酒了没法母乳嘛，我就给他讲，我说你喂奶粉吧，你就直接就凶我，你说我不在乎宝宝，不在乎家庭。人家让你喝酒，你说我这母乳呢，我不喝不就完了吗？这事儿不丢人呐。我当时就觉得就喝2杯酒其实也没什么。那还叫没什么呢？回家宝宝都不喝了，你知道吗？因为宝宝那个时代奶粉他一点都不喝你晚上直接没办法了，我直接给他喂水，撑的那个肚子溜圆的，你都不心疼吗？我也当然也心疼，但是你到时候你也不心疼我呀，我出来也挺辛苦的。回家之后，我想把我的压力跟你讲一讲，然后你还没说，你就开始给我抱怨你带孩子多么辛苦。我能不抱怨吗？你都不知道我们一天怎么度过的呀，12个小时，你知道吗？他不是抱着就行了，你还得天天看着他，带他去晒太阳。你还得逗他玩，3个小时喂一次奶，你不喂他吧，他就闹，太不容易了。大男人带孩子多累啊！大男人带孩子多累，你的意思就不累是吧？你回来天天啊，你可倒好，为了舞蹈什么都不顾了。舞蹈现在不仅是我的梦想，它还是我的一份职业，我不想这样放弃。
我想这样坚持下去，我不想放弃。听明白了，就是这个家庭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这个家庭是女性把生活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事业上，男性开始看家、守孩子。大男人你不可能天天在家带孩子吧？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呀。那孩子长大2、3岁怎么办呀？我不还得出去工作吗？那就那会儿再工作呗。那会儿我的事业就全部一塌糊涂了就。哎，比方说啊，这个拿闺女和事业换，你换吗？你这么说，我当然不换了。但是他有时间回来呀。换还是不换？不换。啊，现在有一机会，就事业让你大发展，但是你就不能要闺女了。你要闺女还是要事业？都要。不能都要，只能要一个。因为刚开始我们都讲好了嘛，他支持我的，所以我都要。不，闺女要啊。没觉得你怎么要啊？我一听这好像这个月子没做完，其实就出去忙了，孩子一直你就没带。喂奶啊，因为好多朋友他们都不母乳的，我觉得我付出也很多了。你母乳了多久？6个月。6个月啊。我从外面也挺不容易的，压力也很大，我就总希望他不要这样指责我。啊。但你现在基本稳定了呀，你为什么不回来呢？还你可以让人照顾着呀。那个舞蹈工作室是要每天都要一大早就要去教吗？周末的时候很忙。平常呢？平常也挺忙。他是周1至周5吧，是每天都有课啊，会员课嘛。然后周6、周日吧，他是商演，每天接很多活动，基本上全天不在家。因为现在工作室就处于一个就是在我们当地还是稍微有点名气，如果现在让我放弃的话，我觉得特别可惜。其实你想像这样的事儿在咱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只不过位置换一下而已嘛。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首先，男嘉宾，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父亲。谢谢。其次，女嘉宾，你是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母亲。我跟志刚都是从小在剧团，所以很多舞蹈演员的经历我也都了解。你今年20几岁？26岁。26岁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还是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坚定决心，你的事业不可以放弃。每星期6、7天你都有工作，有6天上课，2天商演。这个是一个艺术普及的特别好的方式，能够有机会做事业的女人千万不要放弃。谢谢。所以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你也一定要理解太太。你今天有很多抱怨，我真想有这些抱怨，可是我没这机会。你太太给了你这个机会，未来你会很感谢她的。你现在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你的智慧解决的。妈妈得了病不能帮你照顾孩子是吧？谁说小孩一定要奶奶带？我母亲20年前已经去世了，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没有父母帮我带。你要开发资源，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去上班做的生意挣的钱可以负担得起一个阿姨的这个工资的话，你可以采取请别人帮你带孩子。如果你对外来请的阿姨不放心的话，去找找你周边疼爱你们的亲人。你自己带的再好，其实不如有经验的一个人帮你带。在你自己家的亲戚中找一找，在家这个太太家里的亲戚找一找，找到了你还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解决了别人就业的问题，然后还解决了这个孩子未来啊，这孩子成长起来以后，他不光对自己的父母有感恩之心，他还有一个特别亲的人，比如我现在我女儿就跟带她的那个姨姥特别的亲，就是我女儿跟这个姨姥的感情，现在就是我们大家族之间的一段佳话。因为他俩那个感情实在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我有的时候就特别恨，比跟你还亲，就比跟我亲太多。我就希望把我的女儿从姨姥身边拿走几天，我自己带。前2天我去新加坡，我跟我太太我们俩就把女儿带出去了，出去了5天，才知道姨姥有多么的不容易，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不称职，我们根本收拾不了她。哎呀，把我累的，我们俩人都顶不了一个姨姥。所以你就要发动周边的亲戚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看完这期节目，老家可能会有很多关心你们的人，就愿意来帮你们带孩子。男嘉宾不只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好父亲，他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对这位女士的爱。
永远在说，哎，你怎么那么不知道照顾自己的身体，那么不知道休息，就真的是那个爱意让我能够感到温暖。好爸爸呢，刚才我们看短片毋庸置疑，我自己呢是因为勇敢的心拍了300天，大秧歌拍了344天，连着2年我都没在家，我自己有一个孩子，我基本没有见到。然后呢，我只要能回家，能见着他，能跟他一起玩，我真的觉得那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而您每天都在享受着这份天伦之乐，那是我羡慕的。祝你们幸福，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好，谢谢杨老师。我前2天这个尝试了一把喂奶的感受，就我女儿在我胸口上嘬了一下，疼，确实很疼。所以说，其实带孩子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有些事儿呢，嘴上说起来其实挺好的，比如说。跟孩子在一起确实是特别快乐，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但真正要做起选择来，要把事业扔掉，去带他，这话问我估计我可能也做不到。这是说实在的，舞者是一个职业的角色，母亲是一个人生的角色。母亲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母亲付出太多。而一个舞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把汗水都挥洒在了舞台上。但总有这2个角色相冲突的时候。坦率的来说，虽然我很佩服你，但有些地方我依然要责备你。你怎么能怀着5个月的时候在台上跳舞呢？如果这个孩子没了，你会后悔一辈子。一个女人从怀孕开始不能用化妆品，不能乱吃东西，生了孩子之后。在哺乳期间也不能乱吃东西，自己喜欢吃的不能吃，想玩的不能玩，甚至连逛街都不能跑太远，这无疑是痛苦的。这也恰恰是女人的伟大之处。带孩子应该是夫妻双方的事情，但是在哺乳期间，母亲的责任更为重大。你既然要了他，你就得为他负责任。所幸的是他生下来没有问题，否则的话你真会后悔终身。但有些女人可能会说了，我特别赞同导演的话，说有事业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就是自古以来，太多的女人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结果带大了孩子，老了自己，丈夫却跑了。所以今天这个事儿恰恰颠倒过来，让所有的男人感受一下，在家里不出方圆500米，天天带孩子，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扪心自问，这个事儿扔所有人身上，就像我老婆说，你不要说的那么好听，奋斗都是为了孩子，其实你也是为了职业给你带来的光环，不要动不动说都是为了咱们俩。我只相信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既然到目前为止，你说你放不下你的事业，你就得承认，在职业和母亲这个角色当中，其实你是毫无疑问，你的天平是导向了职业化角色的，而他对孩子付出的更多一些。既然事已至此，多多补救，多多的感恩，因为这样的男人确实是不多。而所有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跟女儿在一起，所有的这些相处之间的所有的欢乐，很多男人其实体会不到。我这个月我是肠镜的，其实挺有意思，虽然很烦，但是他只要一瘪嘴，我就基本上失败了。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挺幸福的感受。在事业上，男人可以成为长青之树，女人只有短暂的那么些年，就继续做一个优秀的丈夫，就这样。谢谢老师。他们的身上有特别多的普遍性。你比如年轻人要了一个孩子，在现在节奏这么快的这个社会里面，怎么去教育？我们一方面从理论上说自己的孩子要自己带，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又不得不动用我们的社会资源，像郭导说的那样，这就是一个普遍性，对吧？都有这个困惑，但是它有特殊性或者叫个性。这个家庭跟别的家庭不太一样的是，男人留在家里带孩子。其实作为男人，有时候心里确实特别委屈，特委屈，哎，这都能理解。如果能坚持的话，再咬牙2年，到他上幼儿园，
对，我插一句，这挺厉害的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我们导演界都特别崇拜的一位导演，叫李安。这个李安导演他做过就曾经在家里当了很多年的家庭主妇，也没有影响他未来成为了一个华人世界中 No.1 的最大的导演。所以你先把生意放一放，真的待2年也不会耽误你，不会啊。谢谢。我们这样吧，我们4个晚上都当爹的嘛，我给他鼓掌嘛，向这样的父亲致个敬吧，啊，谢谢。真需要致敬。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男人愿意这么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养育自己的孩子，这个真的不容易，挺难的，坚持一下。当然你也别被我们这高帽子给唬住了啊，能动点社会资源，动点社会资源。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真的希望你能回归家庭，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孩子、放在家庭和放在我身上，把你的工作室先放一放，你可以找个人给你带着，尽量于把重心放在家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你为了付出那么多，我都明白。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让我坚持梦想。我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压力太大了，因为我也有工作有事业，希望你能考虑考虑我，别总把心思放在舞蹈上。但是我工作室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真的放弃挺可惜的。我想坚持，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吧。我真的希望你能回来。我考虑一下。还较着劲，别较那个劲。他回去你说能怎么着吧？我只是让他把时间多放在孩子身上，我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我觉得多放在孩子身上不是重要的，把心思多放在这儿，在他的身上，有点闹这个闹关怀是吧？来，奶爸，你多久没被抱抱了？老师抱抱他，抱抱再进去啊！不是这样的，抱。哎呦，夫妻有什么呀？抱抱吗？温暖吗？温暖。这都快哭了，你看。理解，坚持啊！我相信你能想到好办法。而且最难的9个月都过去了，这是确实后边一天比一天轻松。他现在有个什么感觉？他站那儿那个样子，就有点像孤儿寡母的感觉。哦，就那个，2个都是孤儿，渴望着一个母亲的怀抱。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郑重的谢谢，谢谢老公。谢谢你付出的一切。得了，别撑着了，没事。进门吧。来，请关门啊！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想，有些男人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们不说远啊，我就说，就这个组，有的女编导生完孩子，孩子就撂给老公了，在这个期间，家里的至亲连续的走，就这几年经历了很多，可是她工作也没撂下来，都是先生在打理。好像我们身边这样的人还是有一些的，所以还是提醒女生啊，这个时候要更多的关注你的先生，先生会不会有所松动，妻子又有哪些表示，我们来看一看吧。请开门。老师跑过去，快！我回去有多点时间放在家庭上，照顾宝宝，好好的珍惜你。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希望我以后会多点时间给你，但我也希望你能继续支持我的梦想。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跟你吵，你应该也理解我的辛苦，我也理解你对舞蹈付出的一切。我只是让你把时间多放点，多照顾照顾宝宝，多关心关心我。抱一抱，别说了那么多话。来，有请小花童。谢谢。哎呀，好，谢谢。谢谢你们，来慢点。哎，别着急，奶爸。哎，别人叫你超级奶爸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有点甜蜜，有点委屈。
我跟你说，如果一个男人被叫超级奶爸，其实脸上特别有光，特别幸福，别委屈了啊。好的。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见证超级奶爸的浪漫时刻。媳妇儿辛苦你了，谢谢你付出一切。谢谢各位导师。谢谢。我还有个建议你把你的故事啊，在没事的时候找一个录音笔，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把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包括你带孩子的经历写下来，然后我看看找一个编剧，看看能不能够让我回归一下生活剧。我本来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想过写，可是我实在带的机会太少了，这个机会留给你。好的好的。你看多厉害，这导演约稿了等于。幸福吗，奶爸？幸福。牵着手走吧。好。别着急，送你们一句话：要保湿，易背诗；要幸福，做奶爸。谢谢两位，请回吧。